哎，江姑娘，闲言少叙，你这么晚来找我，可是燕林那边出了什么事？是啊，今夜我下职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个人在兴武卫门口鬼鬼祟祟的，我便出手将他拿了。这一问才知道，他是平南王一党龚一成的部下。龚一成？他不是……既是逆党，你应带回兴武卫处置才是，为何来寻我？是啊，理应如此的。可是我一问，这人跟我说，他手里有那下半封燕家跟平南王勾结的信件。信拿到了吗？没有，这人就是来踩点的，身上什么都没带。人在哪？带我去看看。大人怎么才回来？那歹人动静不小，只怕让旁人听到，那就不好了。见过姑娘。幺娘，这儿没你事儿，先回去吧。好。人你来神，弄清楚信的下落，还有他们的计划。好嘞。老子知道都已经交代了，信也不在我这儿，你还想怎样？你们在京城虽分开行动，但是必然有联系。两件事：第一，你的同党都在哪儿；第二，那封信的下落在哪儿。说清楚了，我一定保你活命；说不明白，兴伟有的是办法让你张嘴。我就是一个喽啰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只叫我去兴武卫衙门踩点，然后把打听到的消息放到白果寺街头，别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若只给你派了打听消息的任务，何须同你说起信件？事到如今还想这样撒谎，就不怕死吗？你还不老实交代！大人饶命，饶命！小的说，这事是真不怪我呀。哎呀，王爷他是既不信你，他也不信龚一成，当然给龚一成的信就只有上半封。这不是事情久久没有进展，所以才把我推出来了吗？我知道你要护燕家，所以我根本不敢拿这封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把这封信给别人了。我这不是寻思着眼不见心不烦，就算真的出错了，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吧？但是我没想到拿下那人原是龚一成的部下，根本不听我安排，估计想着拿那东西去投奔龚一成立功呢，所以半道就跑了。你倒是挺机灵，可你要知道，如果王爷知道此事，你得死多少次？先生，我这几天真的快要吓死了，跟黄钱的事半个字都没敢提。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只要能保住我这颗脑袋，让我干什么都成。小儿与兄弟们奔下来京城找龚云先生，然后将燕家的信交给薛国公的，可是入了京之后却联系不上龚云先生，这没办法把信交给薛国公，我们又人生地不熟的，怕贸然行动会惹出什么祸来，只好分开行动。所以就有小人去打探薛国公的动向，之后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将信件交上去。若你所言不虚，那么信应该还在你兄弟们手上。只要你告诉他们，已打探清楚薛国公动向，他们便会把信给你，是吗？姑娘问你话，那是也不是啊？是。那就好办了。周大人，你想按照我说的，让他写下信来，今夜送去白果寺，切勿打草惊蛇。不行啊！这玩意儿上面知道了，小人的命不保啊！姑娘，要不你还是回避一下？哎，姑娘，请您过目。小心些，若有什么变故，即刻来江府寻我。哎，周大人，你之前上报给定国公那些关于燕家之事，无关痛痒，报也就报了，但这封信不行。明白。
周大人，咱们这究竟是抓谁啊？这都连着蹲了2日，莫不是有什么大案？不该问的事少问，都是上边的安排。这要是有所泄露，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周大人，这人怎么办？找个僻静的地儿，杀了。这么开心呢？小人命贱，本不值得大人动怒，只是大人取走的那一份，乃是白纸一张。若今日小人身死，我手里的东西，大人只怕再也看不到。他们是怎么识破的？是尹启贤那个逆党写下的书信，那书信里并未加上他们的回迹。拿着信的人明知道这就是个局，但这帮子人盘桓在京城已久，迟迟联系不上龚一成，竟然生出了谋财的心思。他们要多少？5万200银，要银票。3日之后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信。若我们不买，他们这是打算敲定国公的竹杠。这帮逆党，简直狮子大开口。此事就怪我，没能早点识破这些歹人的奸计。现在可倒好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反而不好办了。唐儿，你拿了这把焦鞍去幽篁馆卖了。琴也要卖了吗？姑娘不准备留着做纪念了。往后的事，待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。记住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去幽篁馆卖掉刺青，明白吗？嗯。是薛定飞那儿有信的消息了吗？这信倒是没着落，不过这琴倒是来了一把。怎么回事？是江家的丫鬟拿过来变卖的，我看就是你把人家给吓着，不愿意再跟你学起来了。这把琴是燕玲送他的，就算他是小性子，也不可能随意拿来变卖，定是出了什么事儿。这平时他的消息你不是最清楚吗？怎么，那一夜之后什么都不跟你讲了？你一贯是智计无双，怎么如今被一个小姑娘牵着鼻子走啊？哎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和尤芳英相熟，去打听一二。若他真的着急用钱，定会动用严谨的账。我的谢少师，您这是求我办事呢？若你不愿，那另外几把琴的钱，愿意。你我之间哪有什么愿不愿意？走了。哎，不行，姑娘说了，这是我们的账册，外人是万万看不得的。你这话说的也太没有良心了吧？做生意是谁教你的？人梅志那边的严警谁帮你们盯着的？现在我成外人了，这门给我看一下。这，除了姑娘以外的都是外人。吕老板，方姨很感激你，可是受人之命，重人之托。今日若是让你看了账本，那来日若是有人让我对吕老板不利，方姨该当如何？我说一句，你8句顶我，还说你傻。我看就你最精。哎，你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江府这次拿出来不少东西低价变卖，就连燕林送给他的琴都拿出了卖了。
我只恐江姑娘这次算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，又不好同咱们开口。我知道你是真心关心她，但我与谢薇又何尝不是呢？这样，账本我可以不看，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她到底怎么了？父亲，女儿前几日托您的事可有结果了？那几箱东西啊，贵重是够贵重了，只是咱们对当的太过着急，难免被别人趁机压价。不过还好，是25000两，都在这儿了。竟有这么多？燕林这孩子，这些年来对你用的心思可见一斑呐。如果不是造化弄人，你们俩现在都成亲了。女儿对燕玲始终只有朋友之意，只盼着这些银子能够真正帮上她吧。今天一大早，江二姑娘就去了牢里，从尤放英手中的严警账上提走了2万两。听说神情还十分的冷凝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从几个古玩字画店的朋友那儿打听到，江家近几日拿出了对当的东西，差不多有2、3万两。他急于用钱，还不惜卖情。先生，您就不要再为了别人劳心耗神了，行吗？只一个薛定飞，一个朝廷的剿匪之计就足够令您费心了。那江姑娘她也不领受，您何苦？先生，怎么样？偷信之人还未找到。我说另外一桩。哦，这几日江姑娘和周银之频繁见面，仿佛在密谈些什么。道情、简叔，你们俩盯紧江府跟周银之，尤其是周银之。宁儿想做些什么，必会透过他的手。是。是。这里面是5万两银票。今夜你去交款之时，一来要低调行事。如今燕家被判了流放，若此事闹大，搞不好要重审，定个杀头之罪。二来，拿到信件之后，一定要详细检查。若他们交的是封拓本，立刻将人压下，向我来禀。你要记住，信上的内容绝不能再让旁人知晓。是，这我知道。这些是给你和你的兄弟们的。我知你办事不易，今日此等大事，还要劳你更加费心。那就先谢过姑娘了。哎，那今天晚上这事成之后，那些歹人的下落还要继续盯着吗？你只管做我交代你的事，后面的事我自有安排。好。给你，查查。周大人，就这么让他们拿着钱走了？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回去复命。不是我说呀，这京城里的人到底是富贵啊，5万两说拿就拿，那不正好？咱们下山喝酒去，走。哥，救救我呀！你们什么人啊？想干什么？我家先生有话要问你们，随我走一趟吧。韦先生，已经详细审问过了，这几人来路可不小啊。正是到了定飞公子手里书信那帮人。那信呢？我们上上下下都搜查过了，什么信函都没有，反倒是搜出了这些银票。那逆党头子说，信交给了姓魏的一名大人，因是周银之无疑，这银票就是对方给的买信钱。那这倒是对上了，我们遍寻不到的东西，偏偏跑到他手里边去了。他想方设法的筹钱，借周银之之手买下了此信。到底还是年轻啊，不知人心险恶。这次要不是你出手，不知道那些逆党还会做出什么事情。
好一个宁儿啊！你笑什么呢？你自己看看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说宁儿不知人心险恶，我看他早就把你我二人算计进去，借着我们之手除掉后患呢。这是何意啊？先是故意拿着焦安到幽篁馆来卖，因我们怀疑他真的出了事儿。若非是他同游芳吟叮嘱过，按游芳吟那死忠的性子，如何能被你问出话来？还有周银之的行踪，刀琴剑书的行动，这桩桩件件，恐怕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暂且不说这么短的时间能不能凑齐这5万两银票，谁知道这帮歹人会不会拿着信再去卖给别人啊？所以，我们绝不能放他们离开京城，必要绝了后患才行。我已经挑了兴魏忠跟我过命最靠谱的兄弟了，可若要将这帮人斩草除根的话，肯定免不了一场恶仗。这动静要闹大了，闹到国公那儿。上次我们从尤家那诈来的钱还有些剩余，你先拿给这个人，放他回去，跟他说3日之内我会筹措剩下的钱给他。至于斩草除根之事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或许可以让别人替我们办了此事。不是，她一个闺阁女儿，能有这么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明日一问便知。剑叔，明早去江府，叫他来学琴。是。还有，宫玉城那几个手下尽快解决。眼下通州之计在即，最要紧的是让燕家安全出京。届时，他们就算有通天的手段，也难掀波澜。周大人送了什么东西来，竟让姑娘如此伤心？一封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明日还要一早出府呢。是。相告定妃下落，让吾与其相见。当年之乱，吾回京已晚，定妃为人所迫，妻皇父死，此时亦困顿佳节之死。吾与阁下道不同，本不相为谋。然阁下今以定妃未死之事相诱，又言当年之案还有内情，望如实相告一切。如此，阁下信中所提将金陵之众编入军中一事，或可议之。难怪逆党会觉得这下半封信捏着燕家的命脉。燕侯爷为了稳住平南王，追问薛定妃的下落，竟在信中写了些假意周旋之语。若是旁人看着，恐怕的确会被当作勾结逆党的铁证。不过，就薛定妃那德行，燕侯爷若见了，怕是会觉得还不如不找吧。见过皇后娘娘。啊，这是娘娘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谁准你用那种眼神盯着本宫？娘娘息怒，微臣刚刚远远瞧着，以为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是以多瞧了几眼。本以为微臣的妹妹已是绝色，想不到世间竟还有皇后娘娘这样的女子。哼！住口！竟敢如此冒犯娘娘！皇后娘娘恕罪。这位是定国公家刚寻回来的世子，今儿个圣上刚刚恩赐了世子官职，